我们老百姓买个什么样的车最合适呢？如果说我们买车买20万以下的轿车，咱们有合资车和国产车都可以考虑，主要就是舒适性和家用性。平时没事的时候啊，带着咱的老婆孩子，带着您的父母开车出去散散心、旅旅游，比较便捷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其实像这个价位的车呢，我们不要完全去追求一些什么操控性呀、加速性啊以及推背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你也用不上。我们买个车不是为了去飙车就算你上了高速，它限速也是120，你马力再强，动力再好，你很有可能还是用不上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咱普通老百姓一年也跑不了多少次高速。那如果说我们买车就10万块钱的预算，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国产车。国产车现在做的特别好，现在的国产车不像是以前的国产车了。10多年以前的国产车确实技术落后，但现在的国产车配置还是相当的丰富，包括安全系数它也不比合资车差多少。都说它不保值，那你要是买来以后放在车上开个10年8年的，它照样也很保值，也亏不了多少钱。买车这件事儿要根据咱们的需求去买车，千万不要去为了所谓的面子去买车。那如果说你实在预算不够呢，比如说我们只有5万块钱的预算，或者说更少，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选择的新车车型就非常少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暴弟建议你买个二手车，没有必要去贷款好多万甚至10几万去买新车。车子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，你买来以后出了门就在贬值，但二手车相对来说它贬值没那么快。只要你买到车况好的，没有重大事故的，没有泡水的，没有火烧的，这些小车开着也是非常的划算。咱无非就是说带个步对不对？雨天不怕风吹雨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二手车你开个2、3年以后咱们再去卖，它也亏不了多少钱。这里暴弟再给大家着重的说一下，如果说你有能力的话，尽量全款不做分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分期要产生一定的利息和一些手续费。刚才暴弟就说了，车它是一个消耗品，从4S店大门开出来它就开始贬值。咱们平时你再说车子保值率怎么样你不买车，钱在那儿放着，它最保值。所以说咱抛开保值率不谈你从4S店大门开出来以后，剩下的那台车它只有残值率，不存在保值，它每天都在贬值，不管你开也好，不开也好，放在那儿也好，反正每天都在贬值。所以说车它就是一个消耗品，你可以把这台车当成一个代步工具去使用，根据我们的预算去买车。打个比方说，你手头上有10万，我们买新车的话只能买一台朗逸轩逸宝来之类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想买个二手车，5万块钱就能买到手。所以说咱们老百姓省钱比赚钱快，能省点是点。但是现在二手车套路多，如果说您是不懂车的小白，那暴弟建议你还是买个新车，哪怕你档次低一些也没关系，就当过渡一下，等咱日后有钱了你再换更好的。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零首付或者说低首付去买车，最后你会非常的后悔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暴弟祝老铁们都能开上自己心仪的小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